上关键时刻，最新一轮的美中谈判，你从来没有办法想到一件事情 ，TikTok 的股份部分竟然让美国持股80%，甚至我们在今年也有提到一个富国银行的高管，他是美国籍的，叫做毛成月，就是他这个人，他来到中国之后，他就马上被限制出境，人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但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是，彭博报道说。在中美谈判的过程当中，中国竟然解开了毛成月的出境禁令，这让大家觉得非常奇怪。你习近平怎么突然服软了？你习近平怎么会突然有个大转变呢？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一张照片。我们都知道，俄罗斯跟白俄罗斯最近在军演，那你们两国军演是你们两人事情，但是。就在这一张照片里面，竟然出现了美国的军官，而且白俄罗斯的防长直接说了：“你想看什么都可以。”这让习近平吓死了。如果今天美国跟俄罗斯联手，那不就是我最大的噩梦吗？当你们两个联手的时候，那我不就注定要吃瘪了吗？所以，世聪这样一路看起来，也难怪为什么在中美谈判的过程中，我刚讲习近平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因为。再不退，真的就完蛋了。对，没错。实际上这一轮的这个中美谈判来说，有点超乎大家的预期。那个我跟你讲，之前来说的话，中国是不是都不退让？对，抖音的问题、TikTok问题，我也不退让。超级任何问题我都不退让。对，不退让的时候，就没想到，在最近一轮的话，全部退让。但是为什么会让他觉得奇怪？第一个 ，TikTok 的这个交易案，这个从今年1月谈到现在为止，中国都说不卖、不卖、不卖。对，就在这一次马德里谈判的时候，他就说好了，我卖了。我卖的话，而且这一次的字节跳动只剩下20%的股份哦，美国拿了80%哦，不止拿了80%，未来的董事会这个新的这个董事都是美国人哦，美国政府还可以参加他的董事会哦，这一次可以说是节节惨败的一个局面哦。另外第二个讯号，就我们之前来说啊，中美谈判的时候，中国老是想要扣押你的人嘛。那有一个美国籍的这个华裔的这个银行家叫毛成月，他是富国银行，他跑到中国之后，就没想到他原本要回来，不给你走，不给你走，不给你走的话，没有任何原因就不给你走。就听说在最近一段时间解除他的这个出境管制，你可以离开了。不过目前为止来说，他有没有回到美国，大家不知道。你想说为什么突然之间习近平会做这么大的这个转弯？我跟他讲，又很奇怪，赵尔，他们9月3号的时候，不是当时我们看到阅兵台上面来说吗？习近平啦、普丁啦，还有金小胖3个人信誓旦旦就要跟美国 KO， 对不对？我们是什么3巨头？对，没错啊，那还讲了很多私密的话，就没想到，为什么这一次这个突然之间习近平崩掉了？实际上很大一个原因，因为习近平现在开始怀疑啊，你普丁搞不好会出卖我啊，真的假的？就是这个画面是假面兄弟啊！9月3号才这样，对，结果现在你在骗我的感情。对，所以为什么他要节节败退，就是因为他目前为止看到了一张照片，让他完全心都凉了一半。所以世聪，你说的照片就是这一张照片，是这一张照片曝光出来之后，对，习近平的心真的凉一半。对，你这个白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对，你不在跟我的兄弟俄罗斯的军演吗？对，没错。你旁边怎么有美国人？对，好，为什么说这张照片让习近平可能说心都凉了？实际上我们讲。他们川普不是一直说吗？让中国跟俄罗斯，让中国跟俄罗斯变成盟友是最大错误。我要拉拢他们2个，所以呢，所以习近平才要把这个普丁又拉过来嘛。对。那现在呢，他看到这张照片之后，他为什么心都凉了半截？我跟他讲，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俄罗斯跟这个白俄罗斯在这个2国的这个训练场，他们进行一个叫西部2025的联合军演。这是2个国家。我们讲前一阵子他们不是跟北约很紧张吗？对。这个普丁不是在派着飞机飞到波兰去吗？对。然后他还没记得。这个军演，你说北约很紧张啊？北约很紧张的时候，照理说应该是剑拔弩张，对不对？就没想到今天释出个照片，什么照片呢？你看，这是白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叫赫瑞宁，然后就这几个，你看他脸孔，这个是美国大兵，不是我们搞错啊？美国大兵居然来看他们2个国家的这个军演，所以我就跟你讲，这很奇怪啊。明明你这个军演是要对北约呛下，结果你美国军官就要来了，而且他们还跟美国军官说什么？没有问题，你们可以随意参观你们任何感兴趣的内容，没问题。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而且这一次来说不只是这样，他还包括说像土耳其的啦、匈牙利，还有22个国家代表都一起就来，美国也来，然后就说我们可以展示任何你们感兴趣的东西，无论你们要看什么人都可以去看，还有人交流。这个不是说来，你看到这几个画面，对。
还可以拿手机的，对你不是这都是国防机密吗？是啊你在我前面展示，我用眼睛看我就算，是我手机咔嚓咔嚓咔嚓，我是录影，你也不会发对，你看，现。这就是美国的这个军官就在这边看，然后跟他们真的交流起来，说你们这个飞弹怎么演练啊，你们这个枪法怎么弄啊，那你们这个武器是怎么样啊，这样的状况。赵伟，你知道事实上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很意外吗？你看，连《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了，你看俄罗斯军演的意外座上宾，美国的这个军官，对，也就是说呢，事实上这是什么？在川普试图结束乌克兰战争并修补莫斯科关系之际，美方受邀这一次的这个军演。好，那我就讲为什么这个军演很重要呢？照我当然他们不是，他们军演这次是玩真的，你知道？他们还把武器都拿出来，他们拿的什么武器呢？他说我们这次呢把这个俄罗斯的极音速的飞弹的真果树飞弹就弄在这个地方。对，那弄在这个地方，照我这次他们演习有真果树的飞弹这真果树飞弹是在俄乌战场上面来说，它对乌克兰造成非常大的杀伤力。就这个武器，你看他们看到全部人都在拍，对，全部人都在录影，对，这个不就是俄罗斯的大杀器？是我把大杀器直接摊在阳光下给你看。那你看这美国军官就在那边看所有的这个展示品，你的车，你的防弹车怎么样？你的这个所谓这个可能是一种干扰车怎么样？他们好像在给他照开。那我跟你讲，赵和，你看无人机那边看，我跟你讲。白俄罗斯为什么敢邀美国军官来参加？为什么白俄罗斯敢？普丁说可以，对，所以就是普丁可以嘛。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就讲，任何一个国家的军演，你邀请敌对国家来，很奇怪嘛，一定是马吉才会邀请他来嘛。所以也就是说呢，目前为止，这个普丁呢，释出对川普的讯号。就没有错。我们上次阿拉斯加之后，你可能觉得你对我不爽，你要制裁我。没有，我现在释出一个讯号，各位，我对你还是蛮好的啦。大家我们还可以谈老大这样一个状况。好了，我讲卢卡申科也是一样。白俄罗斯过去都跟俄罗斯站在一起，对不对？但是现在为止来说的话，这个白俄罗斯跟美国的关系也在升温之中。怎么升温之中？因为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在9月11号释放了52名政治犯。对，那释放了政治犯的时候，因为美国都一直说，你要放你们国家的政治犯啊。那美国就说好，你放政治犯 ，OK， 符合我们的要求之后，他就解除了白俄罗斯的部分制裁，包括说国有航空贝拉维亚的这个制裁。所以就说，你看。你释放了我本来要你释放的政治犯之后，对我美国释出讯号，我美国也对你释出讯号，所以你看，现在美国跟白俄罗斯关系在改善，那白俄罗斯关系在改善，普丁又叫说，你的美国大兵可以来参观我们的演习，证明什么啊？我也没有真的要打北约，大家都是这个做戏这样，那我让你看，氛围很暧昧，很微妙，对，结果都没有习近平的事，对，尤其是发生在9月3号之后。你觉得习近平会怎么想？我气死了！对啊，我们这个才要说血盟关系，结果你就来搞这一套，他们当然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一个状况。好，那我跟你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啊，让习近平又更觉得这个比较无奈的一点是什么？我们讲习近平这个所谓当时的这个9月3号的时候，他们不是到这个普丁不是到中国很久吗？对，有去上合会，然后又去天安门的这个阅兵，而且还在怎么样？还聊长生不老。对，没错，他们是马吉啊，对，看起来好像你习近平你就习惯闹抖啊，你看走在旁边那样一个状况，你看习近平跟这个普丁见面的时候，两个都非常开心的一个状况，就没想到赵总你知道吗？他结束了这个阅兵之后呢，他马上就赶到了叫海参崴。那为什么叫海参崴？海参崴是中国叫它海参崴，以前中国叫它海参崴，但是现在叫做弗拉迪沃斯托克。这是现在这个俄罗斯他们一个新的名字，已经不叫海参崴了。他们说他们俄罗斯有他们的名字。那为什么要去参观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有一个国家馆。那国家馆来说的话，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包括说像各式各样的简报，对，就说我们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森林啊？那我们你看这个国家馆的外观就是这样子哈。那这里面来说的话，就是里面有各式各样展示我们现在在远东的地区的经营状况。所以他今天来到这里，不就是尴尬死了？9月3号的时候才在北京，而且我们都知道海参崴过去被中国认为是它的领土，对，结果你9月3号完之后，你普丁马上杀来这里，对，马上在这个地方一个看，你想要干嘛？对，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所谓弗拉迪沃斯托克来说，这个中国的名字叫海参崴。那你知道每一次只要中国跟那个中国很多民族的这个主义，就说我们要把海参崴收回来啊，对不对？我们赖清德总统也这样说嘛，就要把海参崴拿回来。好，那这个没多久，你看阅兵完之后，这个普丁就跑到这个地方来，那什么意思？黑是我黑，不是你黑。
就跟你这样讲，我们是兄弟没有错，但是亲兄弟明算账。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主权纪念碑嘛。对，没错。好，那还来参观什么？他们在这个地方有太平洋舰队155海军陆战旅的这个博物馆。好，这个地方，这个过去呢，在这个在亚洲地区建立了非常大军工的这个博物馆。你看他就在那边看，这个博物馆，那什么意思呢？赵尔他当然是在对中国呛下，或者说对我们的领土，我们一片土地也不会让。对你中国虽然有民族主义这样，但是我也没有在怕你。所以这样就是等于是这就是一个很微妙的气氛。你明明才看完了93阅兵，你就马上来看你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中心，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这个中国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不是表面上看到那个样子。我们不是讲吗？最近一段时间你要跟中国交好了。尼泊尔的这个政权也倒了，然后塞尔维亚政权也快要摇摇欲坠，都跟你妈急得都完蛋。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叫中欧班列，中欧班列就是从这个上海成都，然后一路到这个德国汉堡，然后甚至到这个丹麦，甚至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荷兰去的这个中欧班列。那这个中欧班列是目前为止是中国非常重要，跟欧洲往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所谓陆运，它运了非常大量的商品在那个地方。结果没想到赵尔，那这几天的时候，这个王毅啊，他居然出现在华沙，那他跟华沙的这个波兰的总统的这个见面，你看他们见面的这个状况，你想说，那他去这个地方干什么呢？这个你要去波兰干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之前我们不是说吗？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在举行西方2025的军演嘛。对。那军演的时候，他就说啊，因为在军演，所以他们两个国家的最近的就是波兰就说，那我们就把边境关掉。白俄罗斯跟俄罗斯的边境跟波兰的边境关掉之后，就导致因为这个所谓中欧班列会进入白俄罗斯之后来到波兰，就因为边境关了，所以这个中欧班列就此路不通，只能够开到白俄罗斯就要回来。但问题是，他们最主要的商品呢，都是跟德国或是跟这个所谓西欧那边做生意，这个中间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做，所以讲了非常久。但是波兰最后还是说什么？没有，我们拒绝开放跟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边境的这个口岸的一个状况，所以等于是没给你信到了，就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呢，事实上就对这个所谓的波兰，对这个俄罗斯，对这个中国来讲的话，我来拿了这个你的这个，我来这个跟你求，就没想到你还是不理我的一个状况。世聪，这真的很夸张。我今天波兰把边境封锁，不让你的中欧班列进来，你想说他说的嘛？没有哦，你看到这些画面是，他玩真的，他的真的所有的装备，所有这种所谓的铁笼，这种蛇笼好了，全部都布置好，我不让你任何一个有火车进来的机会。因为什么吗？那事实上真的打仗的时候，照我问你，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运最多兵？就火车啊。对，所以我当然把它挡住啊。你看，其实目前为止来说啊，因为什么？俄罗斯跟白俄罗斯的军演，你看。我们上次不是说吗？他们要在一个所谓这个峡谷进行这个切断峡谷的时候，让整个东欧3小国爱沙尼亚、立陶宛他们都完全这个脱离跟西欧的关系，所以爱沙尼亚、立陶宛他们也开始在挖壕沟啊，那样要阻止你啊。那甚至波兰就在边境上面来做，你看这原本是铁路行驶的这个道路，他们就把它直接用这个铁栅栏、铁丝网把它封住了，铁丝网直接封住了。对啊，我看你怎么过来。对，好，那你看中欧班列就开过来之后，开到这边，哇！毛老鬼啊，对，这就是这个王毅去讲的嘛。那王毅讲的时候，照我问你，波兰会怎么想？波兰觉得你该不是跟我们玩两面手法吧？你就把它撤掉之后，那是不是白俄罗斯跟俄罗斯那边军演？你觉得波兰会答应吗？我才不要答应，当然不会答应嘛。所以我就说他去那边碰壁，那是必然的这个状况嘛。对，那我们就讲，那现在到底那中国现在该怎么办呢？现在最新的消息，赵伟你知道吗？今天的南华早报它有一个独家，最近一段时间李强啦，或者很多这个中国官员都跟这个美国说这样，川普总统，我们希望你来访问北京，你今年来访问北京，那明年的话换我回访，对，习近平会回访你们这个美国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这样？我们不是说吗？因为这个四中全会结束之后呢，习近平需要改善跟美国的关系。好，那于是呢，你看他们这个南华早报，南华早报跟中国官方是不错的哦。他说本月的第一周，中国会向川普正式发出所谓国事访问的邀请，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礼拜五啦。这个礼拜五不是川普跟习近平要通电话吗？搞不好习近平就会当面跟他说啊，老大你来几年来喝哈。那他们就说这一次是吧？他跟川普建议说，除了你到北京访问之外，你可以搭中国的高铁。你看这为什么要让他搭中国的？要宣扬中国高铁嘛？他对不对？那这个川普这个人就搭上中国高铁，然后你应该说 amazing， 这是不是中国要宣传的部分？好，那最有可能就会从这个北京坐到上海。那好，那于是你看
这个知情者说，正式邀请就像100米的赛跑，鸣枪起跑，而终点在望。所以意思他们有可能会重大发生重大的这个状况。所以他说，双方都希望在一个重大外交活动，向各自向国人展示国家的重大胜利。好，但是问题是，赵和，你知道川普这个人是这样的啊，你要我去可以，你的出场费要够高嘛，对不对？那好，你看，譬如说他去中东访问，人家中东投资多少钱？对。那你要我去中国 ，OK？ 那好，那你要给他什么东西？现在传言有你的筹码、你的诚意，对，通通给我拿出来。传言2个，一个是什么呢？波音飞机。对，听说呢他们会买500架的波音飞机。500架？对，你看韩国100多架已经让波音爽爆了，对不对？他买500架，500架哦，500架，你这个其他国家都比不上。第二个是什么？大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的很多豆农啊，就是说农民呢，他本来就是川普的这个铁票。那川普这些铁票都跟这个川普说，哎，老董啊，我们好几年的这个大豆中国都不买啊，中国就说好，那我们这次买2个，一个就是这个500架飞机，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大豆的一个状况。所以你要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啊，就是北京的行程已经到这个华府的手上，而且这2个东西似乎是敲定会这样。那当然了，不止这样嘛，抖音也给你的嘛。对。那还有很多接下来礼拜5谈判的时候，搞不好这个习近平会释出更多嘛。反正就是换你川普来一趟。但是川普目前为止来说担心是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华盛顿方面说，哎，这个79岁了啦，他这样会不会太过劳累？如果假设10月的时候呢，川普真的到中国去访问的话，那当然可以降低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对习近平来说啊，这也不是一个好消息。宇轩，我们刚刚看到那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白俄罗斯跟俄罗斯的军演竟然有美国军官，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普丁有点头说你可以过来看。第二个讯号是什么？其实你普丁真的跟所谓的川普来服软了吗？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俄乌战事打太久了，打到最后什么？现在乌克兰已经往俄罗斯的死里打。他并不是对他的人民打，我是对你的能源打。当你最需要的能源出口，我打到你没办法还手的时候，就是你普丁要服软的时候吗？乌俄战争真的没完没了啊！赵和，现在呢，他们要的情况是什么？既然呢，我不要火上加油，偏偏要从你的油来下手，就想尽办法。把你能源给打残之后呢，就会停火。因为现在整个俄罗斯，它的军队主力、它的经济命脉，包括它的装备，其实最主要是在于它的天然气跟石油，也可以提供它源源不绝的经济支持。对，所以你知道泽连斯基直接讲了，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只有在燃料耗尽的时候才会停止，所以我就炸，我就轰。对，这个你现在看到这画面非常的惊悚，这是在基里希的这个炼油厂，而俄罗斯呢，它这个炼油厂呢，事实上占了它能源提供将近6%的这样的幅度。千万没有想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直接呢长驱直入，精准命中打击到哪里，就是它的源流的这个蒸馏设备，不止攻击这个地方，它现在不跟你军队玩了，也不跟你打战略设施，在新乌法有一个炼油厂。也要在白天的时候被人家发现，我就是专打你的炼油厂哎。对，这都是民众拍，然后远远的突然发现说，哦，怎么开始在冒起这个我们讲的灰色的这种浓浓的黑烟，而它处理了1年也有将近740万吨，换言之也有2%到3%的幅度，而且这个距离就更长了。刚刚跟你讲那个是800公里，这个是1500公里，直接给你打击。但你知道吗？从8月到现在哦，大概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可怕在哪里呢？整个在境内，俄罗斯有13个目标遭受到打击，而它年产量呢受损的大概有1.145亿吨的原油受到损害。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最主要的能源输出国，它是靠能源赚钱的。结果你一炸，这一轮13个炸完，你20%的产能通通都没了，而且它要让你有内忧外患，因为俄罗斯最大的这种原油的这种管线生产商就讲说，目前呢他们很多的这个提供能力可能要停止了，就是说要暂时这些管线的输送呢要暂停，因为原油已经不足以再去支应。而与此同时呢，包括我们也知道欧洲以及相关的国家都开始对俄罗斯开始抵制它的原油，而且这都是在川普的下令状况之下，等于说原本有一些呢高度仰赖俄罗斯的这些原油国家都被迫呢必须要听命行事。不能再跟他采购，为什么？因为川普现在已经改弦易辙，他跟你讲说，乌俄战争在这个礼拜又导致了8000名士兵不幸的丧生。但是呢，特别强调一点，如果你是侵略者，那你的上升呢，你的损失呢会更大。他提了侵略者3个字。对，换言之，他定锚说俄罗斯又再度变成是乌俄战争的坏人哦。上一次他才讲说什么乌克兰自找的，对不对？说战争是他害的，就现在又变俄罗斯了。所以你看到他提出了最新的方案。
这个方案叫做什么？他要求要所谓的 PURL 就是美国提供军援装备，而由北约的盟友来买单，而且这个一买单哦不简单。除了说我们讲了直接提供第一波的清单、第二波的清单，大概有10亿的美金的之外，它最主要整个需求清单是高达100亿美金。所以这100亿美金呢，有火控、有拦截器、有防空系统、有火炮、有作战系统。都是这种传统地面部队型的最需要打持久战，而非说不对称作战的这种又高昂又贵的这种传统型的武器。他说我全部美国都卖给你，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时间点出现一个最怪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海参崴这个地方其实是距离乌克兰非常都高达6000公里，是俄罗斯的内地，非常深，就是离它非常远。但是最近呢，在9月16号的一个早上，突然间发生大规模的爆炸，那大家想说，怎么会发生这个大规模的爆炸呢？就后来了解，跟一件事情有关，布查惨案。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俄罗斯跑到布查这个地方，大规模的屠杀高达200-300名的平民。对，结果呢，这个部队叫做155的这个海军陆战旅，他已经其实就躲在海参崴，就知道他等于说在前线打完之后，因为犯下了战争罪，那为了避免被清算呢、被狙击，甚至被他就跑了，所以他其实已经躲到这里面。躲到海参崴，就海参崴这个地方。突然间呢，发生一样莫名其妙的大规模爆炸行动，而且在军事基地。那你知道这对这件事情俄罗斯官方呢都闭口不谈，说是燃气外泄的事故。但是你看这个地方很吊诡，为什么？因为就在爆炸附近的地方有大规模的人、车、设备，还有直升机设置所谓的安检站。对，那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如果只是燃气爆炸，只是燃气事故，而非军事上的间谍渗透或者是恐怖攻击，那你何须要设这个呢？所以你知道这个让人家鸡皮疙瘩的点在哪里吗？即便是超过6000公里，乌克兰还是有能耐发动渗透，甚至在你俄罗斯内地进行这种远距离的超视战，还是有办法对你发动战争。6000公里耶！对，因为他直接跟你讲传递一个讯号，很简单。你躲到海参崴，你155想要远离战争，但我的复仇是超越距离，我还是要你血债血偿。所以你知道吗？在这种情况之下，两边已经打得我们讲的不可开交，因为一路战线呢从南部延伸到北部，那延伸到北部呢，事实上俄罗斯打到苏美这个地方，那苏美这个地方呢，乌克兰一直强调说我的战况事实上有所推进，对不对？对。但他其实有公布这个画面，你看到下面那个白白的，突然间影像就没了，为什么？下面那个是俄罗斯的无人机。结果没有想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呢，真的是道高一丈，就从他的头顶直接炸下去了。对，以小博大，大型的无人机就这样被摧毁掉。但哈尔科夫这个地方，俄罗斯也持续在猛攻，包括甚至呢，对于他们所谓的国立的药科大学，竟然以这种远距离无人机投递的方式来，各位你看瞬间碎片在炸到这个大学的时候呢，开始四散，而原地呢有好几个都是平民老百姓受到了伤害。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你无人机，俄罗斯这源源不绝的，到底是哪里来的？顿内茨克当然也有，就他们后来看到发现，吓死人！来照了，这个是他们打下来的无人机的画面。你知道这是谁的吗？这是俄罗斯的。对。结果出场画面上看到的现象不是在俄罗斯，你猜猜看在哪里？就你先看到这画面，有光影，然后慢慢的对焦，慢慢的聚焦，看起来很繁华，很像一个大都市。还有这个红灯笼，这是中国。对，来出大事了。因为他们打下了好几架之后，不管是对顿内茨克呢，还是哈尔科夫，发现说这些无人机都不是俄罗斯生产的就现在是中国生产。来，位在深圳的朗视通 View Pro， 它公司所生产的 A40 Pro 型号，等于说它上面的摄影机跟变焦器，还有里面的记忆卡，全部都被抓到40倍的光学追踪。结果你知道吗？他发现说，第一个这就是中国用在所谓的摄影机监控的设备。它可以去锁定车辆，那他把这个原本是锁定城市车辆的地方呢，拿去锁定成乌克兰的，比如说战车，比如说他的士兵。所以他是从他的前世记忆里面挖到你中国了。我跟你讲，就是他原厂测试的时候根本没删，就直接拿到没删掉，他直接拿到正常，就被抓包了。对，然后你看到这个街景，直接他们还去对，多可怕！乌克兰直接用地理AI 辨识去对照，发现说是位在中国北环大道旁边的奥特克星科学园区办公大楼。那我乌克兰既然知道是中国了，所以呢，我要去打击位在中国境内，他扬言啦的这些无人机生产工厂。当然中国的网友很嚣张嘛，他甚至没在怕，你知道干嘛？他直接贴地址给你说，对啊，就这边生产的有种你来打我啊！但是你千万不要忽略乌克兰，为什么？因为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才刚刚跟你讲到而已。它有6000公里这么远，对，6000公里这边它都打得到。对，所以对你来讲，它只是南下到中国这边而已。所以这个都距离哦，其实差不多。所以呢，当你小看乌克兰的时候，有时候小心哦。有时候复仇或许不是1天2天，但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搞不好有一天你家真的就会出大事。体会，我们刚刚看到了白俄罗斯跟俄罗斯军演时候那一张照片，美国军官竟然是在里面拿手机拍、拿手机录，这个画面真的让习近平真的是焦头烂额了吗？明明9月3号你还站在我的旁边，短短不到几天，你的心就变了。对啊，所以中俄之间来讲，我们讲说同床异梦啊，虽然感觉好像真的是同床异梦，对，感觉好像是大家彼此是个门帮没有错、啊，不是在讲长生不老吗？对啊，那问题是什么？底下人干各自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自己知道、啊、未来来讲的话、哦，可能跟西方国家还势必得交往啊。对，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你看哦，一个迹象，什么迹象？就是波兰那个事情。哦，波兰把边界封锁了，他不让中欧班列过去了。你知道现在卡在白俄罗斯啊，有多少辆吗？300多辆。一直卡在那边，货一直进不去。那为什么进不去呢？就是9月10号的时候，你俄罗斯派了20架的无人机进入到波兰去吗？对，我们在节目上有提过啊，20架无人机，刚刚我们提到了，说不定都是来自中国的。那你来自中国，你又让中欧班列的货车里面的东西，可能装着无人机进入到不像木马屠城记吗？就整个进入到波兰去了吗？那波兰基本上它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它要换轨。什么换轨？就是俄罗斯的宽轨啊，它要到波兰去换成标准轨，然后才能进到欧洲市场。所以显然哦，王毅到那个地方去，还跟波兰的万长讲了3个小时哦。讲3个小时哦，你看堂堂的一个王毅啊，对，跑到波兰去跟外长讲3个小时没有用，人家不开就是不开。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中，王毅的脸多臭啊！当然臭啊！从进去到出来，你都不想帮我吗？所有从浙江义乌出发的，然后从哪里出发？成都出发了，总共7条线啊，全部都卡在波兰，而且90%的欧洲班列全部都要经过波兰换轨之后，才能够进到欧洲市场。显然一件事情。中国丢掉了欧洲市场啊，没了。那到时候怎么跟欧洲做生意呢？那你基本上要走海路，还要走这个走海运或者走空运来讲的话，成本也是增加的啊。所以现在哦，其实哦，中国才是倒大霉的。为什么呢？第一个被抓包了，你无人机进来是你这个给俄罗斯的是中国提供的，那就是证明一件事情嘛。证明什么事情？就是西方国家讲的没有错嘛，你私底下就是在按住俄罗斯嘛。对。那你还有什么可以跟欧洲谈的？然后另外来讲的话，你现在连一个小小的波兰你都搞不定，然后现在可能连立陶宛你也搞不定。对。立陶宛你不是还骂他说跟台湾发展关系吗？那你现在所有的货物全部卡在白俄罗斯，你要经过哪些口岸进去？还要经过立陶宛等等这些地方啊。所以欧洲地方面来讲，安全方面出现问题。这个中国来讲，它的经济方面了也被卡脖子的概念哈。但是话说回来，你知道南华早报现在在释出一个讯息，什么讯息？说这个川普有可能要访问中国啊。对，我告诉各位啊，南华早报在今年3月的时候就说川普跟习近平4月就要见面了。结果4月有见面吗？没有啊，没有啊。那后来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跟上了，说6月他们2个人生日，6月要生日 party， 也没有啊，也没有啊。到现在为止，凭什么川普要到中国去跟你见面？自己大家想想看一件事情，你如果今天来讲中美贸易都还没答应我任何事情，你今天传出说500架的这个波音的飞机要购买的事情，都在放消息啊，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国也急了，他一直就想要跟这个川普见面，但是川普谁要跟你见面？你都没有跟到达成线。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豁免的这个延期哦，90天，有10天到什么时候？到11月底啊。如果你今天川普是在11月，你因为 APEC 的时间是在10月底、11月初，对，你如果川普去南韩之后顺道去访问中国，请问，那你等到川普离开之后，马上又重锤打下去，给中国这个所谓的贸易的这个豁免取消，直接又给他制裁了。请问你中国现在愿意跟川普达成什么贸易协定吗？而且这个贸易协定，川普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你来白宫跟我签。怎么会是我到你的紫禁城去签呢？怎么到你北京去签呢？不可能的事情，这是面子问题。所以南华早报在干嘛？在放消息，就是代表说中国急了，要赶快想要跟川普见了。所以今天来讲，他不断的放消息，从今年3月开始放，一直放到现在。哪时候见面了？没有嘛？为什么？条件不成熟嘛。条件不成熟，怎么见面呢？你中国的伴手礼在哪里？还是2串交去见川普？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这个川普今天要达到一个满意的条件，他才有可能跟习近平见。而场边会 APEC 场边会已经算是给中国最好的 favor 了。季平，为什么刚刚说中国急了？你看到这个画面，你就会知道，这是在中国跟这个菲律宾在南海的争议又来了。中国在南海根本跟流氓没两样嘛。自从中国9月10号上个礼拜正式对外宣布要设立黄岩岛的这个国家级的这个生态保护区之后，然后各界就预测南海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争议跟冲突在一起。结果今天真的喷了，菲律宾的海警单位，他是到这个黄岩岛以东14海里处啊。他说他去对他们当地的这个捕鱼的这个30-40艘的这个小船渔船进行这样的一个补给，结果画面上你们看到的是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船员啊，他们就开始这个举白旗投降。对。可是呢，中国当时有2艘的这个海警局的这个公务船，你看到没有？直接对他射出水炮，太凶狠了吧！而且那个水炮。把其中就是刚刚大家画面上看到那个举白旗投降的那一艘这个菲律宾船员的那一艘船，他把他的这个船长室船舱以及他的这个隔间啊，整个玻璃全部都用水炮强力的水炮给把它冲破了。冲破了之后呢，因为当时的这个水炮啊威力太强大，导致那个船员啊，他这个其实是你看这个橘色衣服，还有旁边的他的这个耳朵啊，马上就被那个破碎的玻璃割伤，还有裂伤，而且船舱马上就进水。对，这一场冲突呢，刚好这个当时在这个黄岩岛附近就上演了。这个是菲律宾的视角，你可以看到菲律宾的视角，他公布了这个画面就是现在看到了，一直被喷，一直被喷。那白色的这个大船比较吨位比较大，是中国的这个海警船。那喷完了之后，那些水炮强力的冲击，你可以看到菲律宾的这个公务船上面是一片狼藉啊，几乎被喷到，你看到没有？里面进水了，很多地方都破掉。这个是玻璃破掉之后，进来之后，里面整个都乱掉了。是，然后你看到几乎船舱都不能使用了，然后这些全部都被喷得乱七八糟。这个是菲律宾的船，那据说这是全部是菲律宾在作业的这个渔船。可是这个时候呢，菲律宾啊，已经恐怕会有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个乌克兰他这个驻菲律宾的这个马尼拉的大使，他就已经对外宣布说，接下来乌克兰跟菲律宾在下个月，也就10月份的时候，要签署这个菲乌双方的国防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对，这个合作谅解备忘录是什么东西呢？原则上里面一个重点啦，就在告诉说，乌克兰可能将援助菲律宾技术转让，或者是在菲律宾直接生产，来帮助他生产这个无人艇USV 无人艇。对啊，这个很吓人哎。当我们刚刚看到现在他们的渔船被海警船这样子喷，这样子羞辱。但是菲律宾现在要跟乌克兰合作，我以后就用所谓的无人艇，我要玩死你中国海警。你现在看到画面上是乌克兰自己国产的马古拉 V5 的这个无人艇，对，它的长度差不多5.5公尺，宽也差不多1.5公尺，重量其实不到1吨。然后呢，它最大速度每小时可以到78，接近80公里左右。然后就操作的范围是在800公里，你刚好在南海附近，刚好还可以用。然后而且它可以配附200公斤以上，甚至320公斤炸药。马库拉 V5 之前它的战机屡创佳绩啊，不只是这个把俄军价值6000万美金、487吨的它的一个导弹快艇给击沉了，甚至4000吨的这个大型的登陆舰凯撒库尼科夫号，以及价值6500万美元、1700吨，现在画面上你看到这个谢尔盖科托夫号的这俄军的巡逻舰，它也直接靠近了之后呢，就直接重创了它。然后包括在克孜大桥它下面的这样的一个执行它的一个自杀的任务的时候，这种类似神风特工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都让俄军防不胜防，也让俄军的黑海舰队后来尽量的离开他们的这个整个战力的这个可能威胁的范围。所以如果乌克兰把技术交给菲律宾，转移给他，那菲律宾甚至获得这一种 V5 的这样的一个无人艇的话，恐怕在南海未来以小博大，甚至集群战术啦，可能也是在这里面这个南海的这个战略态势当中形成一种新的局面。国民，我们刚刚特别提哦，在南海部分，如果菲律宾真的无人舰艇进来之后，中国真的剉了一蛋。而现在中国也在台海这边来做文章。我们之前才讲哦，福建号穿越台海之后，他不怕你拍，结果他在央视上面他一直吹，他说：“哎呀，我们的福建号航母多厉害啊！”结果吹之后，大家一看，
丢，你牛皮都吹破了。我们要这样来看，其实这个是我们叫央视他自己公布了，他在所谓的他的节目中他攻坚的节目中他自己披露说，其实就是这个嘛。对，其实就是福建你看这个我们叫甲板作业军官他们用类似我们叫以前7桥板的模式，在排列组合说，这个舰载机落舰之后呢，它要存放到哪个地区，然后它要怎么样最快速的让这些战机整备之后呢再起飞。但是没想到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航舰的话呢，其实像美国来讲它是直向跑道跟斜向跑道。那直向跑道的它有2个弹射器那斜向跑道它也有2个弹射器对，这是个图。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福建号或辽宁号其实他们也都是仿制这个美舰的设计但是你看就直向着这2条跑道，我们叫所以你意思说，现在直向这1、2，这边原本是要这样飞过去的，飞过去的，还有这边要飞过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今天如果战机下来一降落的话，这个地方刚好就卡到了。对，其实这个也是美军的短板但是其实美军它的短处就是说，尼米兹航舰来讲它可以同时起，但是呢，它斜向甲板也可以降但是我们必须说，这个是状况危机紧急的时候呢才可以这样做那福建号它的短处就是说，其实它只能降或是起，它只能选择其一因为其实我们想想看在战机在那个斜向甲板落地之后呢，其实它不能倒退撸嘛它必须借由地面的拖车把它拖到整备区那这个整备区在哪里呢？就在舰桥，就右边的舰桥的前面的一点地方。但是呢，当你这个拖车这个落舰的飞机之后，你要拖到整备区，那不好意思你会跨越到第1跟第2的弹射甲板弹射器那就形成说你第1跟第2号的弹射器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利用的。他今天下来之后，他还要这样绕过来，对，绕过来，他只要绕过来，我要怎么其他的我的战机我要怎么飞？我根本没有办法飞。而且我们都知道，航母最重要一件事情是起，还有降，他们是互相频繁，一直出，结果是根本没有用了。其实应该说啦，其实福建号航舰呢，其实它要改善它的我们叫作业效率，就是让这些落地的舰载机赶快整备之后呢，再弹射起飞但是偏偏比较不巧说，福建号航舰它本身它就是有这个设计缺陷那可能是借由日后的我们叫战机调度来改善它的出击率那以美国航舰来讲，尼米兹航舰呢，它每日的起降的战机次数大概是120架。对。但是你换装了福特级叫弹射器的时候呢，福特级电池弹射器的时候，它可以高达160架那目前我们不知道说福建号航舰它的每天的起降次数大概是多少。所以像国民，我这样听你这样讲起来，我毛骨悚然。如果今天真的中国要跟其他国家要开战，它的福建号杀冲结果大家在飞的途中没有一架可以回来，因为我现在要全部派出去，那没有办法回来怎么办？应该我们比较持平的来讲就其实福建号虽然说有它的设计的缺陷不过就航舰作业他们的态度是这样子说，林肯先让这些飞机先起飞，对，然后呢让落舰的舰载机呢稍微等一下。如果说真的等不及，那不好意思就是飞行员林肯直接落海真的假的？直接跳伞落海，因为他们要先把飞机放出去啦这个是迫不得已状况。其实这个可以改变，虽然说这个是设计的短处啦，但是其实可以透过他们的作业调度来改善这个缺陷，但是它的出勤力量不会比美国来的高这个是事实，我们必须这样讲。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